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这期影片我们继续来聊36计制，第一套圣战计，第6计声东击西。声东击西出自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，用兵之道，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，示之以弱而成之以强，威之以慑而应之以张，将欲西而示之以东，先武而后和，前明而后明。意思是说，用兵的法则要对敌人先装出软弱的姿态，然后以坚强的力量去迎击他；先装出弱小的姿态，然后以强大的力量去打击他；先集中兵力，然后再展开兵力，将要向西，先装作向东；先采取与自己的意图相反的行动去避开敌人，然后再去打击敌人；先隐匿自己的行动和企图使敌人迷惑不清，然后采取明确而突然果敢的行动。声东击西，顾名思义，是通过声来迷惑和调动敌人。通过声于东而击于西，是假引真，加大虚实反差，诱导敌人出现主观判断失误和作战指导失误，创造有利于己方避实击虚的条件，牵着敌人的鼻子走。36计将声东击西专门列为军事谋略之一，着重强调转移敌人目标，使其疏于防范，分散敌方力量，使其出现虚隙，松懈敌方意志，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。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有很多声东击西的成功战例，之所以成功，无外乎以下几点：其一，以表象掩盖本质，使敌人对我之虚实猛然无知；其二，通过对敌施以错误之行，隐蔽己方真实意图；其三，真假交互使用，假作真实真亦假，真作假实假亦真；其四，提前制定多种预案，万一被敌识破企图，也能迅速脱身。总之，声是手段，击才是目的。声东越逼真，就越能掩盖击西的真实意图，创造战机，达成战争的突然性。同时，声东击西能否成功，关键在于能否造成敌人主观上的错觉。正如俄国军事家苏沃洛夫所说，令敌吃惊则获胜。毕竟战场情况瞬息万变，这些变化正是作战指导者借以利用的契机。高明的将帅就在于利用敌我双方矛盾斗争和虚实变化的规律，巧用声势导演出一幕幕战争的活剧。结语：敌志乱瘁，不与坤下对上之下，利其不自主而取之。敌方主帅神志混乱，缺乏应付突发事变的准备，这是积水高于地面，随时有溃决危险的征兆。这时应该利用敌人的犹豫不决，指挥无力，战而胜之。暗语：西汉七国反，周亚夫坚壁不战，吴兵奔避之东南邹，亚夫便北西北。一而吴王精兵果攻西北，遂不得入。此敌志不乱，能自主也。汉末，朱眷为黄巾于宛，其土山以临城内，名古攻其西南，黄巾西众附之。眷自将精兵5000，掩东北，遂乘城虚而入。此敌志乱瘁，不与也。然则声东击西之策，须是敌志乱否为定。乱则胜，不乱将自取败亡，险策也。西汉时，七国叛乱，周亚夫坚守城池，拒不出战。当吴军扑向城池的东南角时，周亚夫却加强对西北的防御。过了一会儿，吴王的精兵果然来进攻西北，但因汉军预有防备而无法攻入。这是由于面对敌人神志不乱，能正确做出判断，不为假象迷惑的结果。东汉末年，朱眷统兵将黄巾军围困在宛城，筑起一座土山，用来观察城内动静。朱眷擂鼓号令将士攻打城的西南角，黄巾军便全部向西南角集中。这时，朱眷亲自率领精兵5000，突然袭击城的东北角，于是城内空虚而攻入。这是由于敌人神志混乱，不能正确做出判断的结果。然而，实施声东击西的计策，必须根据敌人的神志是否混乱来决定。敌人神志混乱，用此策便可成功；敌人神志不乱，用此策将自取灭亡。这是一条冒险的计策。
战略。耿弇声东击西灭张部。刘秀于西元25年在河北称帝，建元建武。但当时全国的形势对刘秀并不十分有利，他处于中原四战之地，被割据势力四面包围，如何削平群雄统一全国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。在谋臣的辅佐下，刘秀权衡利害，制定了先关东后陇蜀，由近及远，各个击破的策略，并先拿山东土皇帝张布开刀，派年仅26岁的大将耿弇攻打张布。耿弇率军到达历城，今山东济南历城区西南附近。张布见汉军强大，不敢对阵，想采取以逸待劳的办法拖垮汉军。耿弇识破张布的如意盘算，于是并不急于进攻历城，而是令部队急行军绕过历城，突袭驻阿（今山东济南长清区东北），再向巨里（今山东济南章丘区西）进发。首战取胜，歼灭张布军3万人，攻下40余营，平定整个济南郡。张布出战失利后，令其弟张兰率精兵2万坚守西安（今山东淄博临淄区西北），以1万余人守临淄，二城相距40里左右，与巨县（今山东寿光南）一起构成品字形的防御部署。耿弇率军到此，发现西安城小而精兵云集，防御坚固。临淄虽兵力空虚，容易攻下，但若直接进攻，西安之敌必然前来增援，一时也难以取胜。分析敌情之后，耿弇传令众将于5天后会攻西安。消息传出，西安的张兰信以为真，日夜加强防御，不敢松懈。到了第4天晚上，耿弇下令半夜让部队开饭，并在拂晓前赶往临淄城下。其他部将不解，耿弇说：“西安的敌军听说我们要进攻他，日夜防备，现在正忧虑其自身安危，哪里还顾得上临淄？我军出其不意进攻临淄，临淄守军必然惊慌失措。我军加紧进攻，1天之内就可攻下。攻下临淄，西安就成了孤城一座。张布、张兰二军被我军隔断，敌人整体防御部署被割裂，必然放弃西安。这就是攻其一而得其二。”于是耿弇军连夜突袭临淄，半日便攻下该城。张兰听说临淄已破，遂弃西安而走。西安临淄以下无路可走的张布只好投降，山东遂告平定。邓艾偷渡阴平道。三国后期，魏蜀吴鼎立并治的局面因三方力量的消长变化而渐趋崩溃。其中，具有中原的魏国历经曹氏父子的创业守成和司马氏父子的竭力经营，军事力量十分强大。相比之下，蜀国在夷陵之战中大伤元气。诸葛亮谢世，后主刘禅懦弱无能，加之奸臣当道，朝政日非，江河日下。魏大将军司马昭通过对当时全国战略形势的分析，认为蜀已失老民疲，我今伐之，如指掌耳，决定先灭蜀后灭吴，进一步统一全国。决策已定，魏国便秘密从事伐蜀准备，但表面上却大造声势说要大举灭吴，以此来迷惑蜀国。景元4年，西元263年夏，魏国部署18万大军，兵分3路突然攻蜀。征西将军邓艾率兵3万余进攻驻守榻中（今甘肃舟曲选部一带）的蜀国大将姜维。姜维等人退守到剑阁（今四川剑阁西），凭借此处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势，拒阻魏军。魏军屡攻剑阁不下，军心动摇。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，魏将邓艾建议让大军从阴平绕过剑阁进攻涪城。自阴平至涪城，需翻越摩天岭，行于绵山的崇山峻岭之中，只有桥列小道，极为险阻，大军难行，向不为人重视。如果魏军出阴平，姜维必从剑阁回救，如此则剑阁是孤易破，魏军可顺利从剑阁突入成都。如果姜维不回援，则魏军破涪城之后，可以切断姜维后路，也可直指成都。魏国的决策者采纳了邓艾的这一计策，并由邓艾具体实施。从阴平到涪城，高山险阻，蜀国并未在此设防。这年10月，邓艾率大军自阴平出发，令1万精兵在前开路，其余2万人运在军粮兵仗继后。行军途中，邓艾身先士卒，遇到险绝处，以毡自裹，转而下，将士皆攀木悬崖，
鱼贯而进。在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之后，魏军终于通过阴平险道，神兵天降，到达江油。蜀国江油太守马邈突见魏军，大惊失色，不战而降。魏军乘胜进攻涪城，并又很快攻下绵竹。蜀军主力这时几乎全在剑阁，成都实际上无防守可言。加之魏军突然出现，后主等人惊慌失措，将其投降，蜀汉灭亡。那么好，这期影片就先讲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